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晚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2号，星期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川普表示，俄乌战一团乱，不再金援乌克兰；美国购物季拉开帷幕，5天假日销售达442亿美元；中国流感疫情凶猛，校园10座9空成重灾区。布拉格广场璀璨灯海，圣诞季浪漫开幕。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白宫主持了今年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开场便以俄乌战争为主题，形容当前的局势是一团乱。他表示美国不再对乌克兰提供资金的援助。另外，川普在被问到2028年大选时，表示不会再参选了。来看记者张亮的报道。川普总统周二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不再提供乌克兰资金援助，欧洲国家则以全额价格向美国采购军备，再运往乌克兰。他说美方团队正在俄罗斯寻求停火可能，目标是阻止每月的25000到3万名俄乌士兵的阵亡。与会的国务卿卢比奥也强调，川普是少数能推动和平的全球领袖。I don't give away anything. We sell the equipment to NATO. The European nations pay us for the equipment 100% price, and then they bring it to Ukraine or whatever they do with it. But we're trying to get that settled, and our people are over in Russia right now to see if we can get it settled. 另外，在谈到国内议题时，川普表示，政府正在利用贸易关税收入计划明年发放史上最大规模的退税，甚至预测未来可能不需要再缴纳所得税。Next year is projected to be the largest tax refund season ever, and we're going to be giving back refunds out of the tariffs because we've taken in literally tr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believe that at some poin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you won't even have income tax to pay. 另外，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也在会议上为9月加勒比海2次空袭毒枭船只的争议辩护。川普也提到，海上毒品的流入量已经下降了91%。And then it's getting after and going after narco terrorists and designated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in our own hemisphere. 川普在会末感谢所有内阁成员1年来的辛苦，并称将在明年加速推动改革。当被问到是否会在2028年再次竞选总统时，川普回答说他不会。事实上根据美国宪法，当选美国总统的机会也只有2次。在另一场记者会上川普提到未来的联准会主席可能也在场。会中他介绍了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称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易兴，美国报道。好的，谢谢张亮。周二，美国遭遇了冬季风暴袭击，中西部地区有数英寸的降雪，造成至少1人死亡，数百起交通事故。而东北部地区以及新英格兰地区则是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范围的降雪。来看记者的报道。一场快速移动的风暴正在为纽约带来雨夹雪，虽然未必给纽约市造成积雪，但是从周四晚将出现低温天气，民众需要做好保暖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周二对纽约州、麻州、新罕布什尔州、福蒙特州、缅因州和康州发布冬季风暴警告。Upstate New York, where there's really a lot of snow, and it's very heavy. We skidded across the road, and it was not good. So I just came from upstate New York, and we had about 2 feet of snow. In New York City, we have to prepare for the storm. I hope everyone is going to be safe. 东北内陆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可能会迎来高达10英寸的降雪，恶劣天气预计将持续1个星期。Continuing to shovel all day and trying to get the ice cleared up so keep the dogs from making a mess inside the house. 周二下午，麻州西南部、宾州西北部、福蒙特州的降雪已经超过6英寸，宾州多条州际公路开始限制车辆通行，而密苏里州的70号州际公路，由于被冰雪覆盖，众多私家车和卡车被困在路上，同时发生多起碰撞事故。周一晚间，一辆汽车在密苏里州杰斐逊市西北约12英里处不幸翻下陆地，
据事故报告显示，一名21岁的司机当场死亡。美国气象台警告，这股风暴正沿美国东海岸移动，可能增强为炸弹气旋。新泽西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追踪航班网站报告，在过去的周日，美国境内已经有超过12000个航班延误，预计这场风暴将加剧整体航班的晚点情况。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实习记者应翔纽约采访报道。接着来关注震惊全美的联合健保执行长遭枪杀案，在日前开庭。周二，27岁的嫌犯常春藤学生路易吉·曼吉奥尼在律师陪同下出庭，寻求法官在审判当中排除相关的证据。曼吉奥尼被指控在2024年12月4号在曼哈顿中城希尔顿饭店外枪杀50岁的联合健保执行长布莱恩·汤普森。周二上午，曼吉奥尼在纽约曼哈顿刑事法庭出庭。曼吉奥尼身穿深色西服，神情冷静，与辩护律师并肩在庭上。法庭播放了他去年在宾州麦当劳被警方盘查时的监控画面。审前听证的核心是辩方试图排除相关证据，包括曼吉奥尼在落网时背包内的枪支与笔记本，以及他向警方做出的相关陈述。辩护律师主张，警方当时搜查与询问过程违法，没有清楚告知权利，因此证据应被排除。但检方强烈反驳。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团队表示，所有程序合法，证物和供词应全数采纳。曼吉奥尼被控2级谋杀罪，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面临终身监禁，将面临7项非法持有武器罪，1项持有假身份罪。另在联邦案件中，他也被控相关罪名。检方甚至表明将寻求死刑。曼吉奥尼对指控都不认罪。案件引发全国讨论，部分民众不满美国高额医疗费用，把曼吉奥尼视为反医疗费用英雄。但政府官员和医疗界则一致谴责这起政治化的暴力犯罪。审前听证将持续进行，正式审判预计明年展开。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文月，实习记者应翔，纽约报道。下面请看本期的美国聚焦。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总统的女婿库许纳，讨论乌克兰和平协议。会前，普京警告欧洲，如果与俄罗斯开战，将迅速战败。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经济论坛讲话。It's a little bit optimism was in my words because of some speed of negotiations, and from American side, the interest in it. It showed that America is not withdrawing now from any kind of diplomatic way of dialogue, and is good.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二针对9月加勒比海军事行动表示，不会在掌握全部事实前妄下结论。他指出，对疑似毒品船的2次打击是备受敬仰的海军副上将布拉德利的决定，而白宫方面确认行动合法，并在军方权限范围内。And secondary strikes are not unusual. It has to happen if a mission is going to be completed. But it's something Congress will look at, and we'll do that in the regular process and order. 对于是否公开行动录影，约翰逊表示需要兼顾国家安全敏感性。周二，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召开记者会，预告将于2026年2月21日星期六上午11点在法拉盛中心举行中国新年大游行，下午在天广新世界还有剪纸、面人等传统节庆元素，欢迎社团机构报名参加。主办方表示，活动阵容从2001年起不断扩大。Bringing people from all corners of Queens. Celebrating our culture, our history, where we come from. And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is is new memories for them that, it's a way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es. 把我们的中华的文化要生存出去，也跟其他的族裔保持了团结。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陈曦，纽约报道。感恩节大餐之后，美国民众全力投入到了购物狂欢。从黑色星期五到网络星期一，过去5天，全美的在线零售额高达442亿美元，远超预期。前面来看记者佳音的介绍。年底第一波购物狂欢随着网络星期一的结束落下帷幕，消费者们是火力全开，扫货热情高涨。Adobe 公司的数据显示，
感恩节到网络星期一5天内，美国线上消费额同比增长了7.7%，总额高达442亿美元。黑五当天的线上消费额创下118亿美元新纪录，而网络星期一当天消费额高达142亿。It's that tradition where you really do get to kick off the holiday shopping season. 当然，传统的逛街式进店购物也是人潮汹涌，不止在奥特莱斯和商场内，沃尔玛、塔吉特等零售商也祭出了诱人折扣，从食物、家居用品到电子设备，应有尽有。One big increase for growth this year that we're seeing is an increase in usage of buy now, pay later. They're looking to figure out ways to make the most of their money and stretch it. 在网络星期一，先买后付的金额创历史新高，线上消费额达到10.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2%。假日季购物的第一炮已经打响，但有专家担忧，后劲是否足够，犹未可知。This is unlike any other Black Friday weekend in that we had these pronounced tariffs imposed upon these brands and vendors. My concern is what happens after this. 无论如何，货比三家，理性消费吧，要在钱包承受范围内手速下单。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谢谢佳音的介绍和建议啊。那么我们广告之后呢，再来关注中国的消息。中国流感疫情凶猛，校园10座9空，成重灾区。欢迎回来。中国流感疫情来势汹汹，校园成为了重灾区，多地学校停课，教室出现了10座9空的情况。多位大陆民众称呢，当地医院人满为患，身边很多孩子感染，怀疑新冠又来了。这2天的医院里面全是流感的娃和熬红眼的爸妈，我们2个也中招了。11月中旬，河南一名3岁男童高烧39.8摄氏度，出诊为普通感冒，1天后去世。病例补充诊断为甲流，但家属质疑医院误诊。这波流感挺严峻哈，就来的比较早，来的比较急哈，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儿童 hospital 都已经是爆满了哈。根据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最新监测，中国已经进入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在全国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流感阳性率接近45%。由于中共数据一贯造假存疑，实际情况可能更严峻。有多地传出医院人满为患，浙江有医院日均接诊量翻了3倍，还有学校因为流感已经停课，教室出现10座9空的情况。有江苏家长称，全班40人只有9个人到学校。北京今年这甲流有点严重了，我们家孩子在北京海淀这边上学，全班38个同学啊，前天是只到了13个。有东北家长说，东北流感全面爆发了，许多人怀疑是新冠又来了。全国呀，已经整体进入了这个流感流行季。东三省啊，现在这个儿童医院呢，就包括医院的各个发烧门诊，现在人满为患了。我老公说，他们同事家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已经一个班一个班的卧倒了。也有北京民众说，今年的流感感觉跟疫情刚开放时的症状一模一样。现在北京也不知道流行的是什么病毒啊，这一波太厉害了，我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姜冠宇说，现在主要是因为气温急剧变化，天冷流感病毒颗粒存活期限会增长，患者的飞沫漂浮在空气中，具有传染力。流感它的那个症状通常是很高烧，然后头痛、全身酸痛，就是对小朋友来说都会诱发后来的慢性病气喘的出现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运、秋月采访报道。下面来看本期的中国1分钟。日本歌手滨崎步与大龟真希日前在上海的演唱会突然遭到取消和粗暴中断，引发舆论哗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甩锅及回避作答，宣称对于社会性、商业性活动的具体操作情况和原因，建议向中方的主办方了解。而前党媒总编辑胡锡进则发文坦诚，临时取消演唱会对中方的损失可能已经超过日方。
近期中国楼市的次新房现象引发关注。西安一批住宅项目交屋后约4个月，房主开始降价卖房，转售房价明显低于购入价。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100大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环比均跌，跌幅继续扩大，二手房价已连跌43个月。总投资高达75亿元人民币，被列为中共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福建省三明市永安抽水蓄能电站，近日爆出下水库大坝施工被指存在严重偷工减料，危及电站整体安全。多名监管工程品质人员被曝接受施工方宴请，身边均有异性有偿陪侍。世界杯男子篮球亚洲区资格赛，韩国男篮1号在主场以90比76再度击败中国男篮，继3天前在北京以90比76取胜后，成功完成双杀。中国男篮也创下首次在 FIBA 正式赛事面对韩国吞下2连败的难看纪录。金台亚太电视整理报道。好的，广告之后将带您继续关注。香港人沙漠中作画，记录抗争历史，展狮子山精神。在南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将矗立起一幅由香港画家带来的壁画《倒下》，铭記香港人對抗中共的歷史。因為其實我哋喺香港有好多即係叫做犧牲過或者仲係在囚嘅一啲嘅手足，我哋都好想去支持佢哋嘅，去畫佢哋嘅。咁但係我哋最後都揀咗一個比較再大啲嘅主題，因為大家犧牲咁多都係為咗希望可以打到呢個專制政權啦。始終香港淨係我哋努力咧係絕對唔夠，我哋好需要集結其他國家嘅力量咯。即係例如我哋有香港嘅獅子山啦，有中國嘅民主女神像，有美國嘅自由神像，有英國嘅大笨鐘，有台灣嘅嗰隻黑熊啊咁樣，高雄熊。他们表示，创作过程近2个月，要适应沙漠天气和种种不便，犹如在荒野求生，人生觀也隨之改變。我可以用拍武俠片嚟形容咯，直頭係哇啲風吹到得8度咋，唔同咯，係好大風、好大雨，我哋兩個係成身濕晒咁，你真係要等佢冇風冇雨，你要有個耐性喺度咯。呢個月嘅真係老花嚴重咗嘅係真嘅，因為長期見到啲陽光係好刺眼。我喺呢個 park 有一個都有好深刻嘅就係，我覺得係要順天咯。我俾紅火蟻咬咗2次中毒，亦都有好多可疑嘅人係咁影我哋相，我哋其實係處於一個危險嘅狀態去創作㗎。咁但係就係我哋每一樣嘢都要係做一個最好嘅準備去保護自己咯。咁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咁都係要等個天去即係俾一個時機我哋咯。這幅長約7公尺的壁畫屬於自由雕塑公園2023年與洛杉磯香港論壇合作推出的香港地計劃，開幕典禮將於12月6日登場。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元熙、劉杰加州報道。親子關係一直是老生常談的話題。有教育專家表示呢，培養跟孩子的良好關係，最重要的是讓孩子感覺到被理解。帶你了解。第一個呢，就是實際上就是肯定、欣賞、讚美的語言。那就是說，我們要不斷地去肯定孩子，看到孩子身上的亮點，但是我們不是去貼標籤，而是我們去稱讚他的這個努力的過程啊，還有包括他的一些狀態。其次，親子之間的一些肢體接觸和陪伴也會拉近彼此關係，像擁抱啊，像小時候我們去親吻他呀，還有就是我們孩子累了，我們回家給他做一個按摩啊等等。實際上，叫孩子，因為肢體接觸呢，可以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存在，父母一直在背後是支持着他，所以呢，他就會感到非常的安全。我們父母無論怎麼忙，孩子都希望父母能夠單獨陪伴自己，因為他只有這樣才感受到自己是重要的，是被接納的。在年底節日季到來之際，給孩子準備一份精心的禮物，也會讓孩子感到受重視。就是貼心的行動，我們給孩子做一頓他喜歡吃的飯吶、飯菜呀，或者是給他去陪伴他一起來放下手機，我們一起來陪伴他去讀讀書啊，或講講故事啊。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洋洛杉磯採訪報道。好，下面來看今天的財經快報。戴
尔电脑创办人麦克戴尔与妻子苏珊周二宣布，向2500万名美国儿童的川普账户每人存250美元，这是兑现今年6月向川普总统承诺的62.5亿美元捐款。川普通过大而美法案，为所有出生在2025年到2028年的美国儿童提供一个预存1000美元的川普账户，并在孩童成长的18年中，由父母就职的企业存入跟父母存入等额的资金，账户由投资人管理，确保增值。孩童18岁以后可以用这笔资金读书或创业。波音财务长周二宣布，预计明年公司交付737飞机和787飞机的数量将持续增长，同时完成737-10飞机的认证工作。因此，预计公司现金流明年将达到数十亿美元，增幅接近2位数。受此利好，波音股价周二盘前上涨7%。波音最大的竞争对手空客周二表示，正在评估 A320 飞机机身质量问题对12月交付的影响。负面消息导致空客股价继续走低。上周末，空客 A320 飞机出现软件故障，周一爆出 A320 机身板面有质量问题。11月，空客共交付72架飞机，低于预期。好的，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布拉格广场璀璨灯海，圣诞季浪漫开幕。捷克布拉格最具代表性的老城广场圣诞市集在日前正式开幕，华丽灯饰与巨型的圣诞树点亮夜空，一起去看看。夜幕降临，布拉格老城广场中心的巨型圣诞树成为今年市集的焦点。树身以精致饰品装点，闪烁的光影带来冬季特有的浪漫景致。入口处写着布拉格圣诞市集的招牌，迎接着从四面八方涌入的游客。身穿巨大天使翅膀的表演者穿梭在人群中，跟游客互动。Wonderful, exceptional for this town, and we come from France, and we have this fair in France, so it's very good for us. 广场周边的摊位贩售传统点心、香料热饮和各式的手工艺品，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甜香，吸引游客驻足挑选。It's very, very nice. I spent one day here, going around the old city, and also go to the castle. It's very, very nice. 除了美食摊位与特色商品，桥上还排起长队，游客等着跟圣诞树合影。在璀璨的灯光下，随着老城广场圣诞市集的点亮，也为这座城市拉开节庆序幕。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晚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